Hello，大家好。漫画解说呢，一直是 YouTube 频道上面呢比较火的一个视频。你任意点开一个漫画啊，它的一个播放量呢都是上万啊，都是几万甚至上10万、几十万的一个播放。那这里呢，我们打开这个漫画，我们点进来看一下，那可以看到他发了900多个视频呢，已经达到了60.2万的一个订阅者。我们看一下他的最热门的一个漫画呢。解说呢，已经达到了106万的一个观看。那么它的一个更新时间可以看到15小时、20小时、21小时是相当的快，高产4母猪呀。那么它为什么更新的这么勤呢？我们来看看它的收益。打开搜索部内，我们在这里输入它的一个频道名称，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它月入$8000。那么制作这些漫画的话，它有难度吗？我们可以任意点进一个视频看一下。那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制作方法图片加一个解说。皇位之后还被弟弟亲手害死，这就是小说《黑玫瑰》的故事可以看一下一个图片。这种视频，那我们新手朋友们都可以做。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鱼儿 AI 学院。如果说你对用 AI 做视频感兴趣对 AI 工具感兴趣，那么也想通过 AI 呢来赚取一些被动收益，那你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那么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如何来制作一个这样的漫画解说视频。那么了解了这样的制作方法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教大家用3款 AI 工具来制作一个这样的视频。首先呢，用到的是我们的一个老朋友 ChatGPT 这里制作的视频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APP 链接呢，我都全部放在了描述栏，大家可以打开跟着小鱼儿一起来操作。那首先我们要制作一个短剧制作一个漫画解说的一个文案它的一个故事有2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是你可以直接让 GPT 帮你写漫画故事。那么可以看到现在呢，我用的是一个 GPT 我不知道可能有些朋友呢已经有了 GPT 账号，有的还没有 GPT 账号。如果说你没有 GPT 账号的话，那么我小鱼儿也有讲过一期如何注册 Midjourney、注册 GPT 以及如何办理一张虚拟银行卡来升级一个 GPT 这里大家可以去看一些描述栏的相关教程。比如说我们这里非常直接的给他说帮我写2个漫画故事，1000字。那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如果说你想写长篇一点的呢，你可以3000、5000，或者说上万字都可以。我这儿就简短一点他这里说，请告诉我你想要什么样的情节。那我想比如说校园故事。可以看到漫画故事1。那这里的故事的话，大家要写长一点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让他根据某一个情节让他跟你写，每一个情节他都可以写1章。那这个可以看到是我非常简单粗暴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他直接帮我写漫画故事。那这里呢还有另外一种方法，这儿可以看到我给了他一个这样的提示语，我给了他一个参考，比如说曾经怎么样。那我给了他一个参考之后呢，他就知道按照我的这样一个开头来写一个这样的故事。那么我的这个参考从哪里来的呢？接下来呢，小鱼儿就告知大家如果说你对做视频感兴趣还没有订阅小鱼儿的频道，记得一定要先订阅，并且给这个视频点个赞，收藏起来下次你制作的时候才能轻松找到。那这里呢，我们就打开一个七猫中文网。大家都知道七猫中文网里面全是写一些漫画故事的，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漫画故事，很多它的开头都非常的吸引人。那比如说这里呢，你随意的点开一个，它有很多有历史意见谋权还有种田的经商的，包括有男频女频的等等，你对哪方面感兴趣你就可以选哪方面你点开这里面，比如说这里面有可以看到它有讲冲喜夜或者说燕春宫这些刚离婚老婆就跪求复合，是不是听到这个名字它就很吸引人？那么这里点开一个就可以看到你点进来可以看到离婚当天被前夫小叔拐进民政局。那这里就是他故事的一个简介。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复制一小段粘贴到我们的 GPT， 那就让他呢参考这个开头来写。 OK这里呢相关的提示语大家可以
暂停了，截个图。这里他就给我写了，他是真的是根据我的这个开头，我这里的开头是这样：季雨林以为能和沈燕之从校园走到婚纱是他人生最幸福的事，直到沈燕之出轨，他才明白哪有那么多深情不寿，白头偕老。那这里可以看他帮我写的故事开头。曾经林小雨以为能和顾言从实习医生走到名医是他人生最幸福的事，直到顾言被病人家属刺伤，他才明白哪有那么多医者仁心，人情冷暖。 OK， 这个故事就有了看点。那么这里呢，如果说你觉得太长或者太短，你都可以让 GPT 帮你删减啊，或者说帮你增加，都是没有问题啊。我这儿因为是给大家演示呢，我就给大家演示一小段。这里呢，我就发现他的故事里面呢没有一个对话情节哈，这里呢我就让他加一点对话情节。 OK， 就可以看到这里小雨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你，那这里就已经有了一个对话情节了。我觉得这个故事就写得非常的不错哈。以为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仁者仁心啊，医者仁心，人情冷暖。那么我就把这个故事粘贴下来，我就问他这个故事里面出现了几个角色。那这里他告诉我里面有3个角色啊，并且呢我要去生成这个图片啊，我就让他帮我描述这个人物角色的一个外貌形象啊，我要去绘图。接下来呢，除了人物的一个外貌形象，我还需要根据故事内容呢来去设置一些分镜图啊，我让他帮我分10个镜头，这里也是相关的一个提示语啊。每个分镜简单描述有什么人物，场景里面有什么背景，什么人物，人物出现的位置，人物的动作表情，什么视角，在做什么，这里可以再加一个在做什么。那么接下来分镜描述就有了10个分镜出来了。那接下来呢，我要让他帮我翻译成英文。我们知道不管你用哪个绘图工具啊，它都是需要一个英文提示语。 OK， 那看到这里呢，我们的这个 GPT 的工作呢基本上就是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需要去制作这个角色图了。那接下来我们粘贴这个，打开 Midjourney。Midjourney 呢是非常好用啊，并且是市面上最近呢非常火爆的一款 AI 绘图工具。那不管你是做电商也好啊，不管你是做 AI 也好啊，或者说你是做很多的行业啊，需要画图，你都可以用它。那这里呢，我给大家看一下 Midjourney 它不是免费的，它是一个付费版本，它的一个基础，它的一个标准计划呢是30到1个月，就是要200多。如果说大家想要先尝试一下啊，描述栏有一个便宜合租的链接，那大家可以先购买一个来试一下啊，看看用起来如何。这里呢，我们就直接点这个斜杠 Image。那包括 Midjourney 的一些相关的基础教程呢，我也会放在描述栏，大家可以去学习。其实 Midjourney 懂了它的绘图的一个方法，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啊。我们把我们这个刚才的提示语给它连贴进来，后面我们需要一个尺寸啊，我们输入2个横线 AR 啊，我们要一个16:9的一个尺寸啊，我们用一个卡通版本的哈，就是一个Ligi 5的一个版本 ，OK。然后来绘图。那这还有一个主角啊，我们的里面出现了2个主角，那么把这个呢也给它粘贴进来，一样的啊，点这个 image。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直接复制它的一个参数和它的一个版本。那这里版本，如果说你不想在这里面输，你也可以点一个斜杠往下拉，这儿有一个，稍等一下，这儿有个 settings， 我们点一下。这里版本号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切换为一个 Ligi 5的一个版本，或者这个最新的一个 V6 版本也是可以的。这里我们试一下，已经出来了。把这个提示词我想给它稍微改一下，我们回到一个谷歌翻译啊，我们把它翻译成中文，把它这里可以切换一下，切到这边来。OK， 我们可以多做几张图，点一个斜杠，我们用一个 Ligi 6的来试一下，这个也是一样啊。每一个图我们可以多试一下。那这个是它生成出来的，在浏览器中打开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还不错啊，其实这个还不错。那这个就是一个角色图给大家看一下，这里它一个生成了三张，是啊，这个医生。那么这张是可以的，这张也还是可以，卡通版本的哈，这个是真实的就算了，我们做的是漫画，不是要真实的。
稍微卡通可爱一点的哈。哦，那这个不行，那这里我就重新再生成一下这个。笔记里做的图都非常的高清哈，那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我把这个你喜欢这个第2张，我就把它放大。那这里可以看到它的只露了一个上半身，包括头部都没有露出来。接下来我们让它显示的更多一点啊，这里我们点一个斜杠，还是点一个 settings。settings 是设置的意思，在这儿呢，我们要把这个混合模式给它打开。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这个缩小，还是出来的是一个真人哈，一点都不可爱。我就用男主角的话，用这个第2张试一下，还行哈。那我这里的话可以看到，它给出我的是一个1:1的一个比例。我点这个，我要把它变成一个16:9的。那这其实如果说你没有一个 Midjourney， 那你不想去购买一个 Midjourney 的话，你可以用这个 Pro AI 啊，它其实也是可以绘图的。我们这里啊，它里面有很多的功能啊，绘图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功能啊。之前小鱼儿也有讲过它是如何使用的。这里我就直接把这个提示语给它放到这里面。那这里呢，我们可以选一个风格，这我们用中文，这里有个简体中文风格，我们选一下动漫的啊，这里有了。这里比例的话，我们就选一下这个，其实做图更简单哈。只是它的画质稍微差了那么一点点啊。如果说你平时的话，Midjourney等的时间久，也可以用这个临时来用一用，也是可以的啊。包括还有一个 Leonardo， 也是一个绘图工具啊，每天有150个积分。那这个呢，小鱼儿也会把链接放在描述栏，它也是一样，绘图也是非常方便的。那我个人比较喜欢 Midjourney 啊，我这里就用它来制作。OK， 那我就选第2个，选择第2个。同样我要把这个男主角也给它缩小一点。那可以看到这个女主角这个形象还是非常不错的哈。我就用第1个，或者说第1个也可以。 OK， 就第2个。选定了一个男女主角之后呢，我们把这个男女主角的图片给它保存一下。确定好我们的一个男女主角哈，这个是女主角，这个是男主角。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制作一些分镜图了。那这里点一个斜杠，点 image。制作一个分镜图的话，我们就要用到一个以图生图的一个功能哈。那么以图生图是什么呢？那这里描述栏也有一个以图生图的一个教程，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我们就是简单的需要垫个图。这里呢，我们可以先把我们的提示语先粘贴过来。刚才帮我们设置的一个分镜图啊，我们找到这里的分镜图。首先第1个场景，那这里呢，我们就把男女主角的图片链接给它拉进来哈。这儿我们可以打开一个文件夹，先把男女主角的一个图片链接呢，就要在浏览器中打开，点击一个右键，复制这个最顶上它的一个图片链接，把它粘贴到我们的文档里面。这个是男主角我们注明一下。那接下来是女主角哈，女主角，我们把这个顶上这个链接给它粘贴下来。OK，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这个男女主角的链接给它放进去啊。我们这个时候需要垫图了，这儿我们空格一下，再放另外一个女主角的，因为这个场景里面同时出现了他俩。接下来要输入我们的提示词，这里空格一下，这儿比例我们直接粘贴下来。OK， 这是我们的一个分镜图。接下来我们第2个分镜图。那么这里当我们有了第1次的一个链接，第2次我们就可以直接粘贴它俩的一个电图链接，然后输入我们的一个新的提示语，把我们的一个参数粘贴进来。OK， 发送。那以此类推啊，把我们所有的分镜图呢就全部给它制作出来。那可以看到上面电图的它就变成了一个蓝色部分，我们直接粘贴。那后面就是放入我们的一个新的提示语，最后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一个参数。那当出现一个场景的时候，我们只需要垫一个图就可以了哈，不是说每一个场景它都需要垫2个图。如果那个场景里面只出现了一个人物，那我们就垫1个图就可以了。就像这个第3个场景，它就只出现了一个女主角哈，第3个场景。那男主角就不要把它，这样我们只需要垫女主的一个链接。第4个场景，那么这个图呢就是这样制作的哈。OK， 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分镜图就全部已经放进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是保存这些图片哈。你喜欢哪一个？它每一张图都给我们画了4张出来，喜欢哪一张我们就用哪一张，就点这个你喜欢哪一张，比如说就点这个下面的 U
那这 U1、U2、U3、U4是对应的这4张图片啊，这是1、2、3、4，那么你要哪一张你就点哪一张，把我们需要的图片就全部把它保存下来。图片可以多一点，我们现在是先把它放大，那么全部放大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保存，把你需要的图片全部给它进行一个保存。那保存怎么保存呢？我们这里点击放大，点击浏览器中打开，这里点一个右键啊，图片另存为。全部保存，图片可以多保存一些啊，这样我们可以多几个场景。OK， 这里我们图片都全部已经保存完了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到下一个步骤了。那这里呢，我用的是一个 Flickr AI 啊，它可以直接帮图片帮我们生成视频。那么你也可以选择用剪映，如果用剪映的话，你就需要用的一个工具，这个工具呢，它是 ElevenLabs， 你可以把我们刚才的一个故事，把它用 ElevenLabs 来给它选择一个语音给它播出来。你要把文本转成语音，然后来把它导入到剪映里面。这里呢，链接都会在描述栏哈。ElevenLabs 没有注册的大家可以注册。那这儿我就直接用剪映，用这个我直接就用 Flickr AI。那这里 Flickr AI 如果说你还没有注册也不知道如何使用，那么描述栏也有一个使用的教程。这儿我们就直接点击登录进来，进来之后呢，它就会来到这样一个页面，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个文件夹，这儿我们选择视频哈，它里面可以看到，这里有可以制作音频，也可以制作设计啊，我们就制作视频，我们写个漫画故事啊，这儿我是需要一个中文解说，我们选一个普通话简体16:9啊，我这儿有脚本啊。如果说你没有脚本啊，我们的 Flickr AI 它你的一个想法，你给它一个提示，它也一样可以给你生成一个视频。这我就有用脚本，点击提交。接下来呢，我就把我的脚本给它粘贴到里面。这里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给它分一下段落哈，这里短一点，我们就可以多插一些图片啊，这样可以提高我们视频的一个观看率，不会在同一个片段停留太久。那么我们可以把这里给它稍微给它分一下段落，那这些地方一段太长的我们都可以把它分开一下。这个你也可以在一个文件夹里面去给它分开，我这儿是临时就把它这样弄一下。 OK 好了之后可以看到这里你可以选择图像，也可以选择视频，我们就选择一个视频啊，这个我们其实用不上哈，因为我们自己有图片啊，我们就先不管它。下面这些呢，下面这些我们都不用去可以看到这里一个生成场景啊，这里也可以选一个风格啊，这儿可以选一个风格我们要漫画的，我们就这儿选择一个漫画 OK， 然后这里直接点一个提交，可以看到它正在快速的生成当中。那么 Flickr 的话是，如果说我们要做的一个中文视频，用 Flickr 它是非常不错的啊。如果说你做的是想做一个英文视频，那如果说你做的是英文视频呢，建议大家你可以选择用这个 InVideo AI， 它呢是专门制作一个英文视频的，也是同样可以用脚本来生成视频啊。这个之前呢小鱼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之前给大家讲过有关这个 InVideo 做视频的一些教程，大家可以去看啊，它也非常的简单，直接把脚本粘贴进去。那么这里呢，我就可以看到它呢已经帮我们生成好了，可以看一下。这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原本帮我们生成的。以为能与顾燕从实习医生走到名医，是他人生最幸福的事。直到顾燕被病人家属刺伤，他才明白哪有那么……可以看一下，哇，这个是 Flickr 帮我们配的图。这里呢，接下来呢，我们就对它进行一些调整。那这儿可以看到，首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文本，我们不需要再对它进行一个编辑啊，我们只是需要把图片呢，有的图片不合适的，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更换。那比如说在后面这个图片我不喜欢，这里我可以点击一个我的选择文件，把我们刚才的一个给它上传进来。OK， 看到已经好了，点一下它会自动帮我们就更换到这个页面了，就直接帮我们替换了。那这儿我们再点一下。再上传一个我们的图片，这里可以直接双击，正在上传，可以看一下这里，这已经上传进来了，我们就点一下，那这里就帮我们换掉了。可以看很多片段，你觉得它不合理的地方呢？你觉得这个图片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给它换一下。OK， 这个上传进来，我们点一下，那这里就切换了。那这个片段我们也可以把它换一下。可以看到这个 Flickr 呢，它里面有自带的一些素材
你鼠标往下拉，这里面它是自带的一些漫画素材，可以看一下。我们点一下就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替换。OK， 那么这里图片更换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如果说你觉得你的文本有需要在这里想要再添加一个场景，那你可以点这里有个添加新场景，可以看到这下面有个新场景，你可以重新加入一个图片再写一段文本在这里就可以。那如果不需要，这里有一个删除键，我们可以把它删除此场景。接下来呢是它的一个音乐它有给我们配一个乐。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声音不好听，你要自己上传一个音乐也是可以的。我们点击这个进来，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音乐，一下可以选择自己上传。那它里面呢可以看到这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一些音乐可以供我们选择的像这种的话需要升级我们才能使用，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免费的，我们可以先试听一下。听了之后你觉得这个可以了，你就可以选择这个，这里音乐它就给你替换了。这里它的一个配音员我们也可以选，这边可以看到这里有像个麦克风一样的，我们点一下。那这里是小韩，我们点进来，它现在是这个我们还可以选成小双。 Flaky 可帮助这是一个小孩的声音，这个呢 Flaky 可帮助您。这还有一个云泽 Flaky 可帮，这还有个云阳 Flaky 可帮助 Flaky 可帮助您在 Flaky 帮助您。那么就选这个小韩，这里你还可以选择语音的一个风格它只有带这后面有一个黄色的一个符号的，它才可以选择一个语音风格。可以看一下，有深情的、生气的、平静的、开朗的，我们就选一个深情的。这里可以看到它中文这里面语言也可以选，你要什么语言都可以它几乎这些国家比较发达的国家或者说用语比较多的国家，这里面都有。这还可以选这个方言，可以看一下荷兰的、辽宁的山东的。这可以选择男性、女性。那我们就选了这个之后呢，我们把它这下面勾选一下，把它适用于所有场景选择好了之后呢，那还有一个它非常有特色Flaky 比较厉害的地方它的一个对话，我们可以选一下，看一下这下面这里出现了一个，应该是出现了一个男生的声音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给它改一下，把小韩改成一个男生。 Flaky 可帮助您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使用逼真的 AI 语音创建音频和视频内容。Flaky 可帮助您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使用逼真的 AI 语音创建Flaky 可帮助您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使用逼真的。那这个我们选一个语音风格，我们选一个沮丧的，点击选择。那这里我们听一下看。一天，林小雨在手术室外等待顾燕时，一名中年男子突然冲进来，刺伤了顾燕。顾燕倒地，鲜血染红了白袍，意识模糊地对林小雨喃喃道歉：“小雨，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你。”这里林小雨，这里我们也可以给它改一下，改成一个女生。那这里我们改成一个严重的让它有一点语调口气有一些不同，点一个选择。这我们可以听一下。林小雨泪流满面，抓住他的手，你要挺住，我们还有未来。OK， 那这边改好之后呢，我们选择一个文字，选择这里一个文本。那到这边可以看一下，你可以更改你的文本一些信息，可以看一下这里高宽这些什么文本向左向右对齐或者说文本的字体的大小粗细这些颜色背景文本的颜色这些都可以更改大家可以在这边来改。改好之后一样点击下面适用所有场景，点击一个确定。那么这样差不多我们的一个漫画故事视频呢就已经制作好了。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里在这上面呢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download 的按钮，我们点击这个下载。那这里呢我们只能选择一个720的一个分辨率如果说你想要更高清的话，那你就需要付费其他的我们就不免费的我们就不用去管它。这里呢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Flaky 的话，如果说你要做一个长视频那么你也是需要升级的。比如说你要做上10分钟、15分钟，或者说几分钟以上，那么你都是需要升级到一个付费它的免费版本呢是只有1分钟只是给大家来试用一下。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付费情况看一下它的订阅计划。那可以看到这个呢是一个免费的，每个月呢只有5分钟的积分，只能下载一个720p 的一个低分辨率的一个视频。那如果说你是长期要制作一个视频，
并且呢想要制作一些漫画视频，长期制作漫画视频的话，那你就一定要考虑到一个付费计划啊。那这个免费计划只是说给你来试用一下，如果说你想要让它来创造收益的话，我们就可以考虑。那这里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标准计划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每年的一个计划呢是每月21刀。如果是按年订阅的话，可以看到它每年可以节约25%啊，按月的话它是28一个月啊。如果说你长期制作视频，建议大家是按年更划算更优惠啊。它每年可以有2160分钟的一个学分啊，它的声音啊包括1000多种啊，还有一些可以高清下载，并且时长呢是15分钟之内的视频都可以。那还有非常多的一些素材啊，包括呢它可以商用哈。那如果说你想要更高一个功能的话，想要克隆声音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更高级的一个计划，它是每月是66刀。那这个大家都可以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那么自从现在有了 AI 之后啊，我们制作视频真的就变得非常的容易了啊！可以看到小鱼儿制作这一个视频就通过了3个工具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 ChatGPT， 帮我们制作一些文案脚本啊，帮我们生成一些分镜描述。那第二个呢，使用了我们的一个 Midjourney 来帮我们生成一些图片。那第3个呢，用了我们的一个 Flickr 那帮我们从文本呢，帮我们文本图片呢转成一个视频，那么这样一个视频呢就完成了。如果说你也想制作视频，那么你就可以开始了。还没有订阅小鱼儿频道的，可以点击订阅、点赞啊，并且分享，开启小铃铛啊，你可以观看小鱼儿其他视频。那么接下来就看一下我们制作出来的一个 Flickr 制作出来的一个视频。宇曾以为能与顾燕从实习医生走到名医是他人生最幸福的事，直到顾燕被病人家属刺伤，他才明白哪有那么多医者仁心，人情冷暖。林小雨与顾燕在医学院相识，共同经历了无数个通宵达旦的手术，默契与信任让他们成为医院里的黄金搭档。毕业后，两人进入顶级医院，林小雨选择了外科，顾燕成了内科医生。顾燕迅速崭露头角，成为明星医生，但繁忙的工作让他对林小雨的关注越来越少。林小雨感受到了距离，试图沟通却无果。一天，林小雨在手术室外等待顾燕时，一名中年男子突然冲进来，刺伤了顾燕。顾燕倒地，鲜血染红了白袍，意识模糊地对林小雨喃喃道歉：“小雨，对不起，我没能保护好你。”林小雨泪流满面，抓住他的手：“你要挺住，我们还有未来。”顾燕被紧急送入急救室，林小雨在外面焦急等待。几个小时后，医生走出来，告诉他顾燕的情况稳定了下来，但需要长期的康复。林小雨守在床边，看着顾燕苏醒过来，他的心如释重负，但也充满了复杂的情感。顾燕清醒后，向林小雨道歉，承认了自己的忽视。林小雨虽然原谅了他，但决定暂时分开，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康复期间，顾燕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和初心，最终决定和林小雨共同开办小诊所，为那些被大医院忽视的患者提供关怀。他们明白，真正的幸福在于平凡中找到彼此的依靠和温暖。